嘿，大家伙儿早喽！7月30号星期二，我的第4个训练日，但是明天要加练一天，明天是合练的日子，所以今天和昨天一样轻松跑。像这种天气跑完前天那种强度，不知道的小伙伴可以往前翻2天的节目，得轻松跑2天才行。明天强度课看看怎么样。明天有个跑鞋试穿的活动，是尴尬了，我的配子3忘充电了，还有10%，怎么办？10%大概能跑14公里。如果我稍微的，就是比方说按5分的配速的话，那也差不多就是今天的计划。OK， 已经跑了3公里了，对吧？接着说试穿，明天是 Hoka 那个品牌，但我对那品牌一点都不了解。是一双缓震鞋 ，R 开头的，忘了具体叫什么了。我能找到我贴屏幕上。是有个不知道是个什么组织，明天早晨5点半，在那个烘焙店。明天想试试那双鞋，如果有我的号，穿上看看，明天参加合练。今天咱们回评论啊，又准备好了，那一会儿咱们聊，好吗？咱们抓紧开始。我已经刚刚用上了苹果的 AI， 而且有一些确定的分析，就是首先在中国大陆买的国行的机器，还有应该是在欧盟地区买的欧盟的机器，就是序列号属于这个地区的，不管是 iPhone 还是 iPad， 你登录哪儿的 ID， 用谁的 IP， 换成哪个区都无法激活。就目前的测试版，我有2个设备，我的 iPhone 15 Pro 是去年在大阪买的，官方；我的 M1 的 iPad Pro 是几年前在北京买的。iPhone 没有问题 ，iPad 同样的 ID 就已经通过了 Waiting List 的那个 ID 也不行。然后现在有什么用呢？现在应该就是在文字处理上，它能帮你操作了，但是仅限英文。然后 Siri 也都是仅限英文。它应该每个语言都要去调它的模型，而且目前都只有它的，至少没有第三方的 AI， 就不知道它有没有上服务端的模型。就本地模型肯定是有的。那下一个，那天我说最后一点，我说会长来大阪跑马拉松的时候，我看到的食品安全的问题，有小伙伴有不同意见，没关系，我这频道就是您说什么都行。我觉得表达意见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诉求，没关系。但是事实是，你看，今年初会长来大阪跑马拉松。从下飞机开始就随便在餐厅吃，而且他吃那餐厅，说实话，是个挺便宜的餐厅。那就意味着，餐厅的成本也是挺低的。我在大多数地方基本都是1分钱1分货，虽然有溢价。还有你们看大破节去肯尼亚训练，他有纪录片，在他 YouTube 的频道有一集去集市。买那个活鸡、活羊，回来现处理、现烤肉吃。还有他在美国训练的纪录片，去超市买三文鱼沙拉吃，不是超市 ，deli， 那个熟食店、快餐店，对吧？然后之前还看过一个讲，东非的那些不出名的运动员怎么辛苦。就是找个比方德国或者欧洲的教练，也不是太有名，就是那种赏金猎人，
然后去德国比赛还是去哪儿忘了，就住教练家里，然后吃住都在一起，然后准备比赛。他们都是肯定要接受这个违禁品检查的，对吧？然后就是大家看过那个黄渤演那个《疯狂的赛车》，对吧？那这种事情怎么避免呢？从小就说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对不对？我但愿别祸从口出，我只说事实，好吧？那这个话题结束。就不是说真的谁一定是对的，谁一定是错的，只是说不管什么事情，就算比方说咱们说马拉松这事情，有人跑得比我慢，我也尽量从人家身上看优点，这样自己才能变好。如果不管什么事儿，不管是你的长处还是短柄，你都从别人的身上看到对应的缺点，那你进步的空间就非常有限。这些事儿不涉及到任何的其他的东西，就是很单纯的我想让自己变好，我想让我们变好，对吧？谁都希望自己，不管是自己还是家人还是亲朋好友还是自己出生长大的，哪怕是一个小区域，就像小时候我们家边上公园维修可高兴了，我也想让它好，是不是？那公园怎么能修得更好呢？看看别的好的公园怎么修的呗，是不是？下一个问题啊，跑了11个月，说有一双鞋穿了830多公里不太行了，让我推荐。那您的意思是11个月只跑了800公里，对吗？那一个月70公里，70多公里，不多。基本上慢跑鞋随便选。您要是经济上没问题，你想穿碳板也没人拦着你，其实没事儿，都能适应。垂直振幅怎么改善？那天上次直播我说，就是那断掉脑子里那些幻想，我也有过这时候，就老觉得我跑起来就像吉普乔格一样。但是其实你要是照着那个想象去做动作，去刻意做动作，那你跑起来就跟跳舞一样。就是你们看，有人跑步是这样的，你看啊，可能看不出来。虽然说就是像我这种小碎步，也有就是天花板也很低。但是刻意跳着跑是不可取的。跑步终究是一个，跟地面相对运动，或者有相对运动的趋势，有一个地面给你一个向前的力，你给地面一个向后的力，就是它有一个反作用力，让你推着你向前，而不是推着你向上。也千万别在脑里想象什么45度的抛物线是扔得最远的。意义也不大。下一个，跑快慢交替的间歇，快的组能不能按照10公里的比赛配速，慢的组按照马拉松配速，然后平均下来是半马配速。我觉得听起来听上去很美。但是您自己训练的时候应该做不到吧？因为大部分人训练的时候很难跑到马拉松配速、比赛配速的。快的组在10K， 我觉得 OK， 甚至都很 OK。慢的组，您不一定要卡住那个马拉松配速，那个强度太大了。对我来说，慢的组就是5分到5分半，甚至到后边可以到6分。因为慢的组的意义就是你不走就行了。下一个，41岁，每周跑3次，2次有氧1次间歇，合理不合理？我觉得就是如果您是以马拉松比赛为目标，就普通人参与马拉松比赛，想有好成绩，跑得太少了。1周至少得5次，
下一个只能跑到7分左右的配速。那天想试着跑2公里快慢的间歇跑3组，就是2公里快2公里慢，然后2公里快2公里慢，然后再2公里再2公里快2公里慢。都跑完1组就不行了，那肯定不行了呀。这2公里快慢的变速强度挺大的啊。您现在7分配的水平不需要跑间歇，也不需要跑变速，您只要想办法把月跑量先搞到150，然后每次跑的时候呢都想办法能快一点，就很好了。下一位，对不同水平的跑者跑自己的马拉松配速强度一样吗？我觉得差不多。就比方说我现在跑3分45，和我以前跑3分55，在我对应马拉松水平的时候是差不多的。下一个，直接掉了多久能跑步？说的是发炎掉了，那我不知道是医生给您处理的还是自己掉的。但是像跑步这种直接掉，就比方说我之前那个100公里之后这个掉了就不掉的时候也可以跑。我现在是左脚掉了，右脚还没掉，还连着一点。就是它直接掉了，除了外伤以外，都是后边的新指甲长出来给它顶掉了，然后没有明显的创面就行。有一点伤口也没事儿。就是脚是一个不太容易，我个人理解啊，不太容易感染的地方。不论是水泡破了，还是小时候去游泳池有那个地砖不好划一口子，对吧？脚不是一个特别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我当时还没有完全好，还在不停的有组织液在渗的时候，我就正常跑步了，不疼就好。最后一个说，真的不理解，34、5岁以后跑200公里还能胖，不可能啊！他说，我觉得您肯定没有跑200公里，您跑了就知道了。我1个月400、500公里、500、600公里，只要不控制饮食，我说的不控制饮食还不是那种暴饮暴食，就正常吃，你都维持不了运动员的体重，或者说业余精英的体重，你都维持不了。那对我来说，我的身高想维持业余精英的体重就是108斤，但是我要是正常吃，我会稳定在120斤。你说我会一直往上涨到140吗？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也不会下到116以下，必须要控制才能有一个精英的身材。那200公里1个月算什么呀？对吧？200公里对我来说才10000千卡，你随便一个什么，想想啊，比方说咱们举个例子，你吃个汉堡，你就吃麦当劳那种最干净的，也得300、400、400-500千卡一个。1个月10000千卡太少了，那什么都不是。你看，像我控制体重的时候，比赛之前最艰苦的时候，我一天可以做到1700到1800千卡的摄入，但是就很难受，很难受。像现在年龄大了，可能2400到2500，但是如果你要是不控制的话，成年男性正常吃喝3000以上是很正常的。但就是你每天都能盈余一点点，就不是给大家泼冷水和有压力，但是想要那个精英的身材特别难。当然你说那精英身材对比赛成绩有帮助吗？有一点点。这么说吧，如果今年的大阪马拉松的时候我能做到那年北京马拉松就是没取消了那年那样的话，我应该差不多是能快1分钟左右，但是为这1分钟可能付出的是2个月左右的很艰苦的生活。但是对普通人1分钟重要吗？那得看您
差在哪儿？您要是240、30和239、30，那就很重要。您要是3分38和3分37，那差别不大，对不对？但是对专业运动员重要吗？很重要。那1分钟呢，就是几个名次，恨不得，对吧？行，准备的都回完了。你们看这个下沉的隧道，是大阪马拉松最后的1公里多一点，最后一个大一点的下坡上坡。你就这么想，专业运动员跑名次到这儿，第一集团4个人，假设都开始上坡，别人都没掉那么多，你实在上坡不行了，你看着他们远去1公里多，你觉得你还能追回来吗？可能性很小了就，因为人家也是专业运动员，对不对？行，那咱们训练后见啊，加油干，加油干！哎，7月30号星期二清晨6点半，训练结束。今天跑的少，14公里，平均配速4分58，心率142。前天那个强度课跑完，昨天训练的时候跑到大概8公里，就是我喝水的时候，哎，左腿的小腿内侧就是胫骨会有一些疲劳的不舒适，就是酸疼。今天呢还有一点，今天起跑的时候没事儿，也是8、9公里的时候开始有一点点，但是好不少。所以就是有时候，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也是这样，会被今天突然这儿有点不舒服，明天那儿有点不舒服，就特别的焦虑，特别的就老多想，其实很正常。我跟你说，只要是你每天跑步，都不用说每天训练，你不可能永远身体是一点不舒服都没有的。不舒服是变强的一部分，对，不舒服是变强必经的过程，知道吗？为什么说这事儿呢？就是因为其实我时不时的会这样，但是我看上周的直播的时候，好多小伙伴就最近老问这个问题，可能一到夏天跑的强度大了或者怎么着，这都很正常，别多想。就是您只要不是那种说急性伤，比方我摔了一下，抻了一下，拉伤了一下，这种呢，就是我建议你就严重了看看大夫，看看有没有本身的损伤。就这种劳损形式的谁都有，就是你这一生不运动，您到岁数大了也是今儿这儿不舒服，明儿那儿不舒服，很正常，好吧？不用太紧张。今天跟大家回的评论，然后明天是合练课，如果有我的号，因为他们说就每个号有2双，我明天稍微早点去，因为我这个40半是几乎算是最常见的尺码。如果有我的号呢，我穿上给大家试试，好吗？那这么着，咱们还是最后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一起加油干，咱们明儿见。